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传赖俊介先生所著的《笑的免疫学：爱笑的人活得更长》这本书。首先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您最近有没有经常笑呢？大家都知道，笑可以让人的心情愉快，感到幸福。但实际上，笑的作用远不止这些。许多研究已经证明，笑能带来许多难以置信的健康益处。相反，不爱笑对健康的影响非常负面。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，和爱笑的人相比，不爱笑的人的死亡率会高出2倍，患认知症的风险更是高出3.6倍。除此之外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，笑可以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。人生只有一次，我们都希望笑着度过，所以尽量多笑笑，快乐的生活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并不总是遇到有趣的事情，也不常有开怀大笑的机会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能主动寻找笑的机会，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多笑笑，你会比现在更健康、更幸福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关于笑的一个惊人事实；第二，笑的强大效果；第三，如何有效地利用笑这一最强药物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关于笑的一个惊人事实来开始解释。笑能带来愉快和幸福的感觉，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这一点。当我们说笑对健康有好处时，大家肯定都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，笑的健康效果远远超出您的想象。希望通过这次的视频，能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笑的巨大效果。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笑的效果，我将介绍一项由日本的山形大学进行的研究。该研究分析了笑的频率与死亡和疾病风险之间的关系。研究对象为平均年龄62.8岁的17152名参与者。通过问卷调查，总结了这些人从2009年到2015年的饮食习惯、饮酒、吸烟、睡眠时间、运动量、压力以及笑的频率。然后分析了他们在2017年之前的死亡和疾病情况。结果显示，不爱笑的人的死亡率是爱笑的人的2倍，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出1.6倍。这意味着爱笑的人不仅可以活得更长，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更低。具体来说，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为4组：第一组几乎每天都笑的人；第二组每周笑1至5次的人；第三组每月笑1至3次的人；第四组每月笑不到1次的人。然后研究人员比较了几乎每天都笑的第一组与每月笑不到1次的第4组。即使在统计上修正了易患疾病的年龄和吸烟等因素后，仍然发现2组人的死亡率存在2倍的差异。简单来说，几乎不爱笑的人的死亡率比爱笑的人高出约2倍。这是世界上首次通过医学研究证明了这一点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，偶尔笑的人的死亡率也只有不笑的人的1半。这意味着，即使只是偶尔笑笑，也能给身体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。此外，研究还表明，不爱笑的人患心肌梗塞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。具体来说，不爱笑的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约为爱笑的人的1.6倍。此外，其他研究还表明，拥有积极心态和乐观态度的人更长寿。这些研究结果显示，长寿的人普遍对生活持有积极、乐观的态度。基于这些研究结果，请大家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吧。您每天到底笑了多少次呢？如果您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机会去笑，那么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您的生活方式，增加笑的频率。有人可能会说，突然让我笑，可是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我根本笑不出来。确实，对于没有笑的习惯的人来说，突然要求他们笑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困难。日常生活中并不会经常发生特别有趣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加主动地寻找笑的机会。比如，看电视上的小品或相声节目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在 YouTube 等视频平台上也有许多喜剧节目、有趣的视频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，积极寻找笑的机会。通过观看这些有趣的视频，可以增加我们笑的机会。
不仅如此，走出家门与他人交流也是很重要的。与他人交谈时，自然而然会得到更多笑的机会。如果您觉得自己的人际关系很窄，可以尝试着多与他人接触一下。此外，根据日本福岛医科大学的研究表明，不爱笑的人患上认知症的风险也会增加3.6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认知症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。能否在老年时期保持健康，与是否能避免认知症密切相关。我们都希望在老年时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，过上悠闲自得、健康快乐的生活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预防认知症是必不可少的。预防认知症的方法有很多，大多数人对于饮食、运动和睡眠与认知症风险相关的观点可能会表示赞同。实际上，笑对认知症也有着重要影响。研究发现，与几乎每天都开怀大笑的人相比，不爱笑的人患认知症的风险增加了3.6倍。还发现，即使是每周笑一次的人，其患认知症的风险也只有不爱笑的人的1/3。这说明，即使偶尔笑一笑，也能产生预防认知症的效果。笑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笑的强大效果。我们人体内每天会产生约3000到5000个癌细胞，这种癌细胞的产生源于细胞分裂时的复制错误。然而，我们之所以不会罹患癌症，是因为我们身体具备了一套能够打击这些癌细胞的免疫系统，而笑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。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研究所证实。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得到了增强，就能够有效地抵御每天产生的癌细胞。不仅如此，还能够降低感染各种疾病的风险。笑可以增加自然杀伤细胞的数量和使它们活性化。这种细胞是攻击癌细胞的重要免疫细胞。那么，为什么笑会激活和增加自然杀伤细胞呢？首先，笑会导致大量神经肽在我们的大脑内分泌，这些神经肽会通过血液和淋巴液分布到全身，并粘附在自然杀伤细胞的表面。这样一来，自然杀伤细胞的攻击力就会增强，从而增加对癌细胞的攻击效果。因此，笑能够通过这种机制增加和激活体内的自然杀伤细胞，从而提高免疫力。笑能够迅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，有效应对癌症和感染等疾病。实际研究证明，笑可以迅速提升癌症患者体内的自然杀伤细胞活性。有一项研究对19名癌症患者进行了观察，让他们观看了约3小时的喜剧节目和滑稽表演，这期间让他们一直大笑。之后的检测结果显示，有13人，68%的被试者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增加了，甚至有个别被试者的这一细胞活性增加了4到6倍。这表明笑能够显著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，从而提高免疫力，对于预防和抵抗癌症起到积极作用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多笑，以增强免疫力，保持身体健康。此外，我们还应该注意，压力会降低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，因此要努力减少压力，保持愉快的心情，有助于维持良好的免疫功能。那么，当我们感到压力时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要怎样才能让这种压力消失呢？毫无疑问，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。笑被称为最强的解压方法，并不为过。笑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，使我们进入放松模式，从而缓解压力。大家都知道，自律神经包括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2种。当我们长时间处于紧张和压力状态时，交感神经会一直处于活跃状态，导致自律神经系统失去平衡，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。而此时笑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。笑能够切换副交感神经的开关，让人感受到安心和放松，使自律神经系统恢复平衡，从而缓解压力。笑缓解了压力后，受到压力影响而降低活性的自然杀伤细胞也会重新活跃起来，免疫力也会恢复，从而增强对抗癌症等疾病的能力。此外，笑不仅可以激活自然杀伤细胞，还可以激活其他各种免疫细胞。笑据说对湿疹、哮喘、花粉过敏等过敏反应都有一定效果。到目前为止，
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了笑如何增强免疫力、击退癌细胞，以及对其他过敏等方面也有积极影响。我相信这已经足够让大家认识到笑的强大之处了。但其实笑还有许多其他的健康效应，我将挑选一些来介绍给大家。比如说，笑能够产生运动的效果。大家都知道运动的重要性。如果大家平时非常忙碌，无法抽出时间进行运动的话，那就应该尽量多笑笑。因为笑不仅能带来乐趣，还能带来与运动类似的效果。笑会导致横膈膜上下移动，促使我们采用腹式呼吸。笑还会使胸腔上下运动，从而改善全身血液循环。大家可能都有过大笑后全身发热的经历，那是因为血液循环变得更好了。而通过改善血液循环，还可以防止老化、降低血糖水平、改善体寒等问题。由于脑部血液供应的增加，笑还可以使头脑更清晰、更年轻化。实际上，有研究表明，笑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。此外，笑还被证明可以达到锻炼腹肌的效果。有一项实验表明，观看30分钟的喜剧视频可以达到相当于做12次腹肌运动的效果。尤其是在遇到非常有趣、令人捧腹大笑的情况下，我们常常会大声笑出来。这时，我们会感觉到肚子非常酸痛，因为我们用到了大量的腹肌。因此，笑不仅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甚至还可以带来实际的运动效果。笑还可以刺激大脑内分泌幸福激素贝塔内啡肽，使人感到快乐，减轻痛苦。以上就是笑带来的多种健康益处。接下来第3部分，如何有效地利用笑这一最强药物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的生活相当平淡，可能很少会遇到有趣的场景，我们很难有机会大笑。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采取方法，让自己更加积极地笑。在这里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有效地利用笑这一最强药物。首先，我想介绍的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假笑。也许有些人会说，不会吧，假笑能有什么用呢？毕竟不是发自真心笑出来的，肯定没什么效果。但事实上，研究表明，即使是假笑也会产生健康的效果，甚至会提高人体免疫力，有助于治疗癌症和其他疾病。当人在笑的时候，脑内会发生某种生理变化，这些变化通过运动神经传递到肌肉，使全身肌肉大幅运动，形成笑容的表情。相比之下，人在假笑时，脸颊和眼周围的肌肉会动，但额头和眉毛周围的肌肉几乎不会动。大脑就会认为现在是快乐的时刻，并在后来产生快乐的情绪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们是因为开心才笑的，而不是笑了才感到开心的。但事实上，即使是假笑，大脑也会认为这是一种愉快的感觉，然后会真的开始感到愉快。也许有些人会怀疑，这根本就不可能吧？如果您是这样的人，不妨试着对着镜子，用力做个假笑来试一下。这样做的话，大脑会感知到您表情肌肉的变化，并开始认为这是一种愉快的体验，最终你也会感到快乐起来。起初做出的假笑可能会有些勉强，但这没有关系。通过有意识地训练笑容的表情肌肉，将笑容植入潜意识中，最终就能够无意识地微笑了。即使您平时性格比较内向，心里比较脆弱，很少笑，但只要对着镜子，尝试做出笑容，您可能就会感到开心起来。所以，为什么不先在镜子前练习一下呢？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有些尴尬，会觉得很奇怪，但没关系，毕竟没有别人在看您，所以请尽情地对着镜子笑吧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方法是与爱笑的人在一起。这种方法适用于平时不太爱笑的人，可以自然地开始笑起来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尝试一下，即使您是平时不太笑的人，这个方法也非常值得推荐，请务必试一下。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尽管您不太爱笑，但看到别人开怀大笑，你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笑。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中有镜像神经元，可以读取他人的情绪。
这些镜像神经元位于大脑前额叶，从别人的表情和声音中获取信息，并命令我们产生同样的情绪。因此，我们看到别人哭了，会跟着一起哭；看到别人开怀大笑，也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。所以，一定要尽量和那些开朗爱笑的人在一起，积极地分享他们的快乐。和开朗积极的人在一起，还有很多其他好处。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通过镜像神经元，您可以模仿别人的情绪，变得更加积极、更加乐观，这样您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最佳状态，思维更加敏捷，心理更加强大，对挫折更有抵抗力，幸福感也会上升等等。因此，如果您觉得自己很难变得积极乐观，很难笑得开心，那就去和已经很积极、很开心的人在一起，通过镜像神经元分享他们的积极影响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方法是观看符合您笑点的内容。每个人的笑点都不同，有些人通过看电视节目就可以笑得很开心，还有人可能喜欢看相声或者喜剧节目，当然也有人喜欢看喜剧电影等等。最近在 YouTube 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有趣视频，比如有些人喜欢看有趣的动物视频，这会让他们自然而然地笑出声来。但是如果不主动去寻找这些内容，可能就不容易接触到，因为忙碌或其他原因可能会让我们忘记去寻找笑的机会。所以了解笑有着极好的效果之后，请大家积极去接触那些能让自己笑的内容吧。如果您回顾自己的生活，发现自己过去几乎没有笑过，那么请尝试我今天介绍的方法，让自己笑得更多一些。此外，除了今天介绍的方法之外，只要是自己觉得好笑的东西，无论什么都可以，只要能够让您笑出声来，那也是可以的。我建议大家尽量找到自己喜欢的，让自己笑得开心的内容。如果您无论如何都无法笑出来，那么最后的方法就是让别人挠您的痒痒。即使是平时不怎么笑的人，被挠痒痒也会让他们笑起来。通过这种强行刺激的方式，你也可以获得笑的效果。或者按照刚才提到的镜像神经元的内容，观看一些别人大笑的视频也是个不错的主意。通过这样做，您自然也会变得开心起来。总之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，都要更积极地笑出声来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